西非战场上，中国的 VT4 坦克首次参加实战，取得了什么样的战果呢？为何说 VT4 坦克这一战扫除所有质疑？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近日尼日利亚军方对盘踞在该国东北部的武装组织发动军事行动，而从中国进口的 VT4 主战坦克、ST1 型突击炮以及 SH5 型车载榴弹炮等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而这也是我国 VT4 坦克自2017年出口以来首次参加实战。那么这一次战果又如何呢？据获悉，在一次遭遇战中，尼日利亚军队出动 VT4 主战坦克，并给予武装组织沉重打击。根据尼日利亚军方通报，此次战斗，尼日利亚军队击毙28名武装人员，并且击毁1辆卡车，缴获1辆卡车，还缴获了2门高射炮以及13支步枪，可谓是首战告捷。VT4 主战坦克作为我国外贸坦克的拳头产品，对于打开我国坦克军售市场很有意义。去年4月份，首批 VT4 坦克送抵尼日利亚，也正是这一批坦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然而实际上，在我国出口 VT4 坦克到尼日利亚的时候，外界的质疑声颇多，而主要质疑的倒不是 VT4 坦克的性能，而是很多人怀疑 VT4 是否真的适合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呢？尼日利亚作为西非的大国，周边并没有敌对的国家，国防压力并不大，主要需要作战的目标是国内的武装组织。不过这些武装组织的装备并不强，一般而言，这样的国家多以采购美俄二手装备就足够应付了。但尼日利亚选择中国最新型的3代出口坦克，的确会让人有疑惑。VT4 坦克主要的出口对象就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很多国家对 VT4 坦克持观望态度，这些国家的军方心中同样有疑惑。因此，这意味着如果尼日利亚军队真的能用好 VT4 坦克的话，此前的质疑也就不复存在。好在从这一次实战中，尼日利亚军方用 VT4 坦克帮我们扫清了所有质疑。另一方面 ，VT4 坦克的高性价比也适合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再加上北非国家已经装备了 M1A1 以及 T90 这样的美俄主战坦克，其他非洲国家的武器升级换代也是必然的，而 VT4 坦克正好可以填补这些国家需求的空白。相信经过此次实战检验，我军拳头产品会更受欢迎。江南船厂的新航母进展如何？最新卫星图片透露诸多细节。这艘航母究竟何时完工下水？有人说，2021年是中国军工事业神仙打架的一年，包括轰20战略轰炸机、海4代、岸舰无人机、涡扇15发动机等等，都有可能在今年现身。当然，别忘了还有我们的003型航母。近日有网友上传了江南造船厂中最新的航母卫星图，从卫星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信息。虽然图片进行了模糊处理，很多细节无法展现出来，但是对比此前拍摄的卫星图，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船坞内发生重大改变。那么003型航母进展如何？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船坞内的影子已经连成了一片，这说明航母的分段可能已经完成了合拢。此外，船坞内的影子拖得更长，就好像增高了一样，而且甲板上的凹槽也不是那么明显。这同样说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这艘航母正在安装或者已经完成机库的安装了。在2018年的时候，网上就有关于003航母的机库的照片流出。从照片中判断，003型航母的机库是在主体之外另一个船坞里建造的。因此003型航母的机库应该早就建好了，就等着分段合拢之后直接安装了，所以建造效率很高。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猜测003航母的舰岛也在某个船坞内基本完工，就等航母甲板铺好之后直接吊装了。也就是说，003航母真正要建造的部分不多，剩下的多的是拼装。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003航母完成在即。外界也推测003航母将于今年4月份正式完工并且下水。一方面，中国海军节就在4月份，可以为新航母完工仪式找个黄道吉日。
另一方面，当初我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就是在2017年4月26号完工下水的，因此4月份航母下水也符合我们的传统。如今航母已经合拢，这样一来，对于航母长度的预测也会更进一步准确。在未合拢前，美智库称推断各分段总长为297米，而在合拢后预估的长度为318米。在航母完工之后，长度还可能进一步增加，有预测为325米。至于吨位，外界普遍预测不少于美国的小鹰号航母，排水量至少为8.5万吨。至于甲板采用的系统，现在基本上认为003型航母将有别于辽宁号与山东号的滑跃甲板，改采用电磁弹射系统。原因是此前我们已经在陆地上完成了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系统的测试。另外，也有爆出弹射版的歼15T 舰载战斗机现身。因此003型航母采用电磁弹射系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关键时刻，马达西奇获得中国50亿大单，为何经历收购事件后双方依旧能合作？美国又为何未能得逞？据乌克兰方面消息，近日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马达西奇证实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创纪录的50多亿人民币的合同，用于400台涡扇 AL322 发动机的生产。这些 AL322 发动机将适配中国的教练10高教机以及出口版的 L15 教练机。这样一则消息顿时吸引了诸多关注。AL322 发动机是专门为中国的 L15 教练机设计的。此前，中航工业展示 AL322 发动机的进口价，每台发动机成本为187万美元。而之后的教练10高教同样也能使用 AL322 发动机。此次中国大量进口 AL322 发动机，也说明我国对教练机数量的要求也是剧增。而像教练10这样的教练机，是为培养我国4代、5代战斗机专门准备的教练机，同时预示着我国未来先进战斗机数量也将会有一个显著增加。不过，听到这一则消息，外界更多的焦点还是放在了马达西奇与中国的联系上。此前关于中国企业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一事，可以用波澜起伏来形容。本来中国企业准备了足够资金，已经基本确定拿下马达西奇，但是美国人硬是要横插一脚，将交易搅黄。最终，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宣布，中国收购马达西奇的协议无效。但是后来又爆出，中国企业因收购马达西奇失败一事，向乌克兰当局索赔35亿美元，而美国却将与马达西奇收购有关的北京天骄拉入黑名单，以示割裂。这件事儿总的来说就是在美国的施压下，乌克兰不卖马达西奇了，结果给自己惹上巨额赔偿，但美国却选择做甩手掌柜。很多人都认为乌克兰被美国坑惨了，也彻底失去了中国这个合作伙伴。但从现在看来，中乌没闹掰，甚至还用50亿航发大单救了马达西奇，毕竟马达西奇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从此次事件来看，中国与乌克兰并没有如美国所愿彻底撕破脸。当初中国很多军工产品得到过乌克兰的帮忙，但是随着乌克兰倒向西方，也是让很多人百感交集。不过乌克兰的军工技术在西方都并不受待见，这或许就是乌克兰愿意与中国再度合作的原因所在。而中国与马达西奇再续前缘，同样意味着美国的赢面被翻盘。美国认为自己这一番巧妙的操作切断了中乌之间的技术合作，但现在看来并没有得逞。